好，那今年贵庚啊？今年刚好满49。那你现在经营的是是哪一家？巴利亚整形医美诊所。哦，经对。营稳固啊，2年多了。2年多了哈。对。哦，OK，照顾人群啊。还不敢。那打呼的情形以前多严重？我在2年前在高雄义大的耳鼻喉科，然后我有去睡眠中心，它是1个小时60几次，已经重度，而且还可以符合申请那个残障，但是都没有去做啦。那因为我太太在这段时间，她都经常跑到隔壁睡。那对，那我本身自己也经常开车就会打瞌睡，会打瞌睡，很严重。那会危险哦。对。曾经有经验过吗？我是在11月底的时候，11月底，没有，我是在11月，对，11月底的，就因为打瞌睡，然后撞车了，在高速公路。没有，就是把整部车子都撞得很面目全非，花了68万呢。还好是保险公司理赔，但是我跟我太太都没事了。但是那个是因为打瞌睡造成的。然后擦撞。那时候睡眠品质很不好。很不好，非常不好。会怎么样？惊醒一直跑厕所还是？没有，因为我有长期吃斯蒂诺斯，就是安眠药这样的一个。对。那个吃安眠药对打呼是不利的，你那时候知道吗？我知道，可是也没有。还是不吃不行。那后来我在义大那边，后来他有接受我有做那个牙齿矫正，就是那个牙套矫正，大概2个月之后就没效了。完全没效。那有建议你带呼吸器吗？有建议我带呼吸器。你为什么不想尝试？我是觉得那就这样吧。那是偶尔就是，其实我在大概半年前就我们的巴利亚的一个的巨蛋店的院长，他就跟我讲说他跟你有共识，然后说你可以到这边来这边看。他介绍的。对，就是姚胜发姚院长，他以前是高雄长庚整形外科，后来他到医大整形外科当主任，然后现在在我那边当院长。他变成你的贵人了。不感谢。对啊，是我的贵人。然后我就刚好找了桃园拉威尔的许院长也一起12月6号来这边做。所以开完刀差不多有多久？到现在快1个月了。大概差4天就1个月。对，觉得什么样的状况是改善最多的？我太太是受惠最大的啦，因为从此以后就不再听到我的打呼声。那因为我经常是这样，我经常是要从高雄、台中、台北这样跑。您那个分院在哪里？我就高雄2家嘛，嘉义、台中、台北2家，总共6家。要睡得饱才，要不然对。公路真的很危险。那经常在高速公路经常在那个高铁上，我也是睡到打呼，然后就吵到隔壁。那就自己又强忍，不好意思。不过我现在比较有信心，是因为以前我打呼因为太大声了，所以我都不愿意跟人家去出国旅游。那跟人家出国旅游，人家就说哇，是被我吵到非常不行。尤其有一点就是我不知道，就是过胖的。我大概还没有做之前，我大概有差不多86公斤左右。自己抽脂。那抽脂也没效。抽脂也没效，还是会复胖，那个跟打呼有关系。你那时候知道跟打呼有关系吗？有关系啊。有关系的。可是医生告诉我说，这个大概没救了啦，所以他才会建议说是可以申请中度残障这样。是耳鼻喉科医师说你没救。对啊，他说那没办法啦，没办法。你觉得手术效果怎么样？我觉得手术效果不错，但是要撑过那个痛苦期啦。大概1个礼拜啦，我是觉得1个礼拜撑过去，就 OK 了啦。那跟我们整形外科比起来，那个要撑1个月我是觉得那还真的小 case， 还是小 case 啊，小 case。整形科撑最久的是哪一种刀？抽脂真的。抽脂大概你看抽一个脂，大概连同整个术后保养大概半年了。对啊，你差不多1个礼拜就解决了。那个
打呼声改善很多啊，精神呢？精神变得比较好。哦，白天都不会昏昏欲睡了。比较不会了。哦，大概可能有80%以上。80%以上。对，其实我比较满意是我的精神啊，精神好，还有记忆力也比较好一点，比较好一点。哦，对。比如说你有经验，以前要记什么？你应该要记的事情很多。其实现在我的助眠剂有减少大概一半。减少到一半，原先要吃到1颗，现在只吃到半颗。我是觉得一直在慢慢在改善，慢慢在改善。那吃安眠药最大的副作用就是记忆力会不好。对啊。现在记忆力有比较恢复。记忆力比较恢复了。还有一个那个脾气。脾气，对，我跟我太太经常都骂她，我只有骂她的份。我大概有半个月不生气了。不会生气的。以前大概2天就生1次气。所以缺氧会让一个人的人格会有不一样，对，会燥，所以我才想说，如果说有这个可能性的话，那我愿意自动来担任贵院的一个 demo 代言。我说没问题啦，没问题，嘿啊，可以救很多人。对，我是觉得可以救很多人，可以救很多人，真的，因为我发觉到太多的车祸都是因为精神不济。你的朋友，你说你的朋友有曾经这样过吗？有啊，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合伙人董事长，他本身他的外甥，就是也是在那个南部的某一家医学中心，然后做了切除，但是宣判无效。那他切除是用 RF 做的，对，但是没有效，那没有效，他也大概是60几次，那现在目前都在戴呼吸器。对啊。他曾经有朋友是因为这样子睡眠呼吸中止症车祸还怎么样？有。有。你的朋友？对，我的朋友里面，就是因为打瞌睡就在高速公路就撞死了。他是逆向行驶，人家是要南下，结果他把它当做北上去，然后就撞了。阿姨跟这个打呼有关系吗？他打呼声比我更大声了。他打呼声大概连我们隔壁都听得到。都没有治疗。都没有，他没有办法治疗。他是一个，他也是一个上班族，根本没事。我是因为我也是寻寻觅觅大概20年了。你看我也是因为我们那个姚院长他跟我介绍，他说你可以尝试。真正的突破也是最近10年，技术才突破。不过我倒是要讲真的，就是因为我从事的是整形外科，所以我发觉到我们其实有把苏医师你这样的一个做法，然后回去给我们的几个整形外科的医师，他给我做判断，因为他们总希望我能够比较，我在他们心中我是比较能够把它安全的手术，所以我大概有跟他讲说要怎么做手术，他说 OK， 这样是可以的，因为做了无线射频，我都跟他们征询过，像第一次来这边做这个的时候，我回去的时候不是要约诊嘛，约要开刀。事实上，我跟许医师我们都去征询过，然后发觉到说，把他那个软腭直接做一个切除之后，然后在旁边做提拉，然后再把舌头做一个缩小。他说这是非常好的。他们说他们不会做了。还有一点，因为我那段时间都必须要回高雄嘛。那刚好苏医师你也一直就是说我希望能够到那边找柯医师，那柯明哲柯医师，那柯明哲柯医师也我当然每天我都去报道，下午就去报道。那柯医师说哇，那个苏医师用的药是他们健保局没有办法给付的。豪华型的。对，都豪华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给我感觉就是售后服务非常好，而且几位的护士小姐她们都时间到就会主动打电话给我。那还有一个，我从来因为像一般我们整形外科来讲，医师的电话我们不太会给配讯的。对。但是苏医师你就会给说啊，无论24小时 7-11什么时候都可以。那我倒是觉得现在来到这边，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点回娘家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愿意把这个分享给所有的。所以我们的经营理念你也要灌到里面的。当然，我们其实把这个售后服务的部分跟专业部分都也慢慢把它也引到我们巴黎亚的整形外科里面，这样。对啊。有没有人？你体重怎么样？我体重现在目前维持在79公斤，都大概降7公斤。降7公斤。
对啊，我现在目前，我现在一个月呢？我现在一个月瘦了7公斤，没有在复胖。没有在复胖。啊，这个饮食恢复了还没有复胖。我现在好像食量比较小，食量会降低，食量比较小，二氧化碳排掉了。对，是那个食欲素降低。刚开始看到你上面的影片，我还觉得说、那个应该也还好吧。可是亲身体验之后，就觉得自己真的、啊，真的有对我来讲7公斤好像。一般来讲，在我们整形外科要瘦7公斤，要用手术的话，大概花30万。30万了、花30万。这个缺氧真的是打呼花30万，而且他还会复胖。这个不会复胖。我是觉得这个是还有一劳永逸的一个看法。所以如果站在医界的部分，我是蛮认同这样的一个做法。这个它有理论基础，氧气会把脂肪代谢掉啊。脸色呢？我觉得脸色变小，对，脸变小。还有就是我长期的那个什么尤其我的那个没有，我的那个黑眼圈的部分也淡了很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错。肤质我觉得应该都还不错，都还不错。因为我现在我原先会上妆嘞，连我自己都会上隔离霜，我现在都不上妆了，不上妆。你没有去打那个肉毒吗？没有啦，没有打，那亮起来了。对啊，都亮起来了。有些头发稍微会长出来。哦，真的、对啊，我是觉得我最大的收益是脾气改很多。脾气对，大部分都会改变。哎呀，而且比较不会躁。现在变成老婆更爱我。对啊，老婆更爱了。在马路上可能就很多正妹会多看你几眼。哦，真的哈。对啊。高尔夫球有没有在打？我没有在打。哦，他眼视力会比较锐利，有一些病人有这种反应。期待有这样的一个。还有其他血压呢？我血压很正常。血压都正常。血压本来就很正常。好，哎呀，谢谢啦。谢谢苏医师，感恩，谢谢。